喝茶有沒有比喝咖啡健康？如果以咖啡醇的角度來看呢，喝茶的確是比咖啡健康一點。茶裡面的咖啡因啊，大概只有咖啡的1/3到1/4啦。所以如果我們希望這個咖啡因來幫助我們精神比較抖擻，然後呢運動表現比較優秀，那這個時候呢喝茶的效力會比咖啡再弱一點。但是呢，如果以咖啡醇影響膽固醇跟 LDL 的角度來看呢，的確喝茶是比喝咖啡不會有這樣的問題。在今天節目開始之前，邱醫師想先請問大家一個問題：你平常有沒有喝茶的習慣？如果你有喝茶的習慣，請在下方留言區裡面打1；如果你沒有喝茶的習慣，請在下方留言區裡面打0。同時呢，也歡迎各位網友呢在下方留言區裡面分享你喝茶的習慣。你平常最喜歡喝哪一種茶？每天大概喝幾杯？你覺得喝茶對健康有什麼好處呢？我們大家一起來探索一下。為什麼喝茶對健康有好處？喝茶對健康的好處是怎麼來的？首先我們要知道茶裡面到底有什麼成分。如果你查這個醫學文獻呢，說茶跟健康你會發現說有很多醫學文獻已經發表了這個大概都已經證實了。第一個可以改善血脂肪還有可以改善血糖跟血壓，再來就是降低冠心病跟中風的風險第三個是改善認知功能，就是改善一些神經退化性的疾病。第四個呢，就是有益肠道的益生菌，可能对于健康還會再進一步加分。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呢，根據研究是有一些抗癌的效果為什麼說茶有這樣的好處今天要跟你講多酚類的抗氧化物到底是什麼東西？其實只要是多酚它就有幾種好處，就是剛剛講過的抗癌嘛，還有減少心血管疾病，還有就是糖尿病。還有神經退化性的疾病跟骨質疏鬆。這個資料來源是2020年有一篇種樹的系統性的回顧發表在應用科學的期刊。多酚類的抗氧化物為什麼它對於健康有好處？以前邱醫師在電視上也跟大家講，在我的頻道裡面也跟大家講說，如果你要減肥呢，你應該要喝茶。為什麼？因為茶呢可以抑制糖分跟抑制這個熱量的攝取。為什麼它會有這樣的效果？現在就跟大家報告，因為多酚它有很多 phenol 嘛，那 phenol 上面都有 OHG， 那個叫羥基。那這個羥基呢會跟葡萄糖的醛基 CHO 結合，變成一個配糖體，使這個糖分的吸收變差。那大家知道我們吃的飯麵、糖果、水果、這個餅乾、蛋糕、點心、飲料，這些裡面都有糖分那這些糖分如果進來都被吸收到身體裡面，你就容易熱量超標，容易發胖。那所以呢，我說你在吃的這些東西，趕快喝個濃茶，利用茶裡面兒茶素的羥基來跟這個葡萄糖的醛基作用使得葡萄糖的吸收會降低。那另外一個呢，就是多酚類的羥基呢，也會跟蛋白質的硫氰基或氨基結合使它呢變性。我們的消化酶就是蛋白質我們胃有胃蛋白酶，口腔裡面有阿爾法澱粉酶，胰臟還有胰蛋白酶。到了小腸當中還有葡萄糖苷酶，那這些東西都是蛋白質。你一旦喝了茶以後呢，茶的裡面的多酚的 OHG 跟這些蛋白質的硫氰基或者氨基結合，這些酶呢作用就會被減弱、降低，甚至被破壞掉。那這樣的情況底下，消化力就會降低，消化力降低以後，吸收的這個熱量就會減少，你就會達到減肥的效果了喝茶也不是完全沒有缺點的喝茶也有一些缺點是大家要注意的，你一定要把這些缺點避開那你就可以享受到喝茶的好處，不要有喝茶的壞處第一個喝茶的缺點呢，喝茶呢容易影響鐵質的吸收。茶葉當中的單寧酸又叫鞣酸它會跟我們飲食當中的鐵質結合，形成不容易吸收的複合物。所以如果你經常呢在餐中喝茶的話呢，你就會影響鐵質的吸收，容易造成貧血的問題。有貧血的問題，或者是孕婦，或者是哺乳期當中的女性呢，如果你們要喝茶的話呢，盡量避免在餐後立即喝茶，或者是一邊吃飯一邊配茶。為了避免茶葉來影響食物當中這個鐵質的吸收，我建議大家呢，喝茶應該在用餐前半個小時，或用餐後1個小時你再喝茶。那如果真的非得這個一邊吃飯一邊配茶的話呢，那你就選擇紅茶這種重發酵的茶呢，裡面的單寧酸濃度會低一點比較不會影響鐵質的吸收。第二個呢，就是喝茶容易影響睡眠的品質，因為茶葉當中的咖啡因呢具有提神的作用。雖然說茶葉的咖啡因濃度沒有像咖啡那麼高，大概一杯茶的咖啡因只有一杯咖啡的1/3到1/4的這樣的濃度。可是呢，對於咖啡因比較敏感的，或者是有失眠問題的人呢，你在睡前喝茶呢，茶葉當中的咖啡因呢，其實還是多多少少會影響你的睡眠。所以呢，你睡前應該避免喝那種咖啡因含量比較高的茶，像是綠茶、高山茶、烏龍茶這一類的茶。如果真的要在睡前喝一樣的你還是選擇那種比較重發酵的茶葉，例如說紅茶或者普洱茶這樣的茶，就比較不會有那麼多的咖啡因來影響你的睡眠第三個呢，就是喝茶容易刺激你的腸胃。茶葉當中的咖啡因跟茶多酚呢，容易使胃酸的分泌增加，所以對於有胃病的人、有胃潰瘍的人、或者胃食道逆流的人、胃部比較敏感的人，
比較容易造成不適，所以這一類人應該避免空腹喝茶，或者是經常喝很濃的茶。如果要喝呢，我建議你還是應該減少那個飲用量，或者是選擇紅茶泡的茶來喝，會比較好一點。第四個呢是食道癌的風險。有醫學研究發現說經常飲用或食用高溫的水或者高溫的食物溫度如果經常都超過65度 C 以上呢，長期下來有可能增加食道癌的風險。特別是有喝酒或抽菸習慣的人更是如此。所以呢，這裡邱醫師也建議如果你要喝茶，盡量避免那種剛沖泡好的滾燙的那種茶湯，最好是放涼了以後再喝，對於食道癌的降低是有幫助的。最後第5點呢，就是茶容易跟藥物產生交互作用。茶葉當中的成分，剛剛提過的那些可能會跟藥物產生交互作用，來影響藥物的效果。所以建議大家如果要吃藥的話呢，盡量配白開水，而不要配茶水。或者你在吃藥的前半個小時或吃藥後的1個小時內，盡量避免喝茶。以上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喝茶的5個缺點希望大家在喝茶的同時要把這5個缺點記在心裡。我們喝茶要享受喝茶的優點，而不要讓喝茶的缺點來影響我們的健康，這樣才是健康加財富，知足就是福最大的宗旨。希望今天的分享內容對你有所幫助，歡迎大家訂閱邱醫師的頻道，按讚分享，打開小鈴鐺獲取最新的訊息。我們下回再見，拜拜。我們的頻道已經開放加入會員，歡迎大家來加入頻道的會員。加入的會員呢，邱醫師會優先回答你留言上面所提的問題，而且你留的問題呢，也非常有可能優先成為邱醫師下一個節目的主題內容。我會拍影片來回答你所關注的問題。各位朋友，如果你喜歡我們今天所講的，請在下面按個讚。如果你對我們的內容感到興趣，想要獲得最新的訊息，請按訂閱。下回見。